各位听众朋友，深夜好，我是卡皮桑。现在是晚上10点整，窗外的城市灯火正逐渐转为静谧。在这个时间点，适合把灯光调暗，推开那些白天的喧嚣，让灵魂沉浸在一些更有重量的故事里。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几乎与流行音乐这4个字画上等号的名字，一个在聚光灯下燃烧了半个世纪，却始终在寻求归属感的灵魂——迈克·杰克逊。当我们谈论迈克时，人们往往会陷入2种极端，一种是神格化的崇拜，另一种则是对他私生活流言蜚语的猎奇。但在这段深夜的时光里，我想剥落这些过度饱和的色彩，还原一个关于才华、孤独以及极致追求的故事。迈克的人生并非起始于五光十色的舞台，而是起始于印第安纳州加里市一个充满钢铁烟尘与狭窄气息的小房子里。那种贫穷并非浪漫的背景，而是真实的压迫。老约瑟夫的管教方式与其说是严父，不如说更像是一个严苛的产品经理。对于年幼的迈克来说，童年是缺失的，取而代之的是不断重来的排练。在其他孩子玩皮球的时候，他在镜子前练习转圈；在别人入睡的时候，他在夜总会的后台看着那些成人世界的荒诞。这种早熟决定了他后来一生的底色。他在音乐上拥有超越常人的成熟感，但在内心深处却永远留在那张5岁时没能买到的游乐场门票里。Jackson 5时代的迈克展示了一种令人惊惧的天赋。如果你现在回去听 I Want You Back， 你会发现那不是一个孩子在单纯的模仿，他对切分音的掌握和情感的爆发力，甚至让许多成年歌手感到汗颜。他是在舞台上长大的，那种与生俱来的节奏感，仿佛是刻在骨子里的密码。然而，这种成功是有代价的。迈克曾回忆，他看着路边的孩子成群结队地去公园，自己却得坐在录音室里。这种对常态生活的渴望与对极致完美的追求，成了他生命中永恒的矛盾。到了70年代末，当他决定脱离家族的羽翼，遇见了昆西·琼斯 （Quincy Jones），流行音乐史的齿轮才真正开始加速转动。Off the Wall 是一次华丽的试水，它让世界看到了这个年轻人对迪斯科与放克音乐的重新定义。但真正让他封神的是那张至今仍是历史高峰的 Thriller。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待 Thriller 的成功，它不仅仅是旋律好听，它是一场技术与视觉的革命。在那之前，音乐录影带 MV 只是歌手对嘴唱唱歌的宣传短片，但迈克把影视叙事带进了音乐。当他在 Billie Jean 的 MV 中踩过那些会发亮的地砖，当他在 Thriller 中画上僵尸妆，开始那段整齐划一的集体舞，他打破了种族的藩篱，强行拉开了 MTV 时代的序幕。他让原本对黑人歌手存有偏见的频道不得不因为他巨大的流量而低头。然而，站得越高，风就越冷。80年代中后期的迈克开始进入一种与自己竞赛的疯狂状态。他想要超越 Thriller， 这种压力让他变得敏感而偏执。随着 Bad 和 Dangerous 的发布，他的音乐变得更加前卫，更具侵略性。他开始大量运用工业噪音、节奏蓝调与摇滚的跨界融合。他的舞步也从单纯的优美进化到了精确如机械的太空漫步与倾斜45度。这些成就背后是他对身体极限的压榨。但与此同时，媒体对他的关注开始变质。从他不断改变的肤色，到他斥巨资打造的梦幻庄园 Neverland， 外界试图用病理学去解构他，用丑闻去消费他，却很少有人愿意去理解，那个在庄园里养长颈鹿、玩水球的男人，其实是在用成年后的财富去补偿那个5岁时就被剥夺的童年。关于他肤色的争议，后来被证实是严重的白癜风。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公众宁愿相信他是一个背弃种族的怪胎，也不愿接受他是一个受疾病折磨的病患。进入90年代，麦克的生命轨迹变得沉重而悲凉。法律纠纷与媒体的围猎，让他原本就脆弱的神经几近崩溃。他的音乐作品《History》开始带有强烈的辩解与愤怒。如果你仔细听《Scream》，你会听到一种近乎绝望的嘶吼，那是他对整个世界的对抗。那段时间，他不再仅仅是一个娱乐大众的巨星，他成了一个在神坛上被众人推挤、审视的祭品。但即便在那些最黑暗的日子里，他对音乐的直觉依然是精确的。他对社会正义、环境保护的呼吁，透过《Earth Song》和《Man in the Mirror》传达出来。他试图用音乐去缝补这个破碎的世界，尽管他自己的生活早已支离破碎。2009年，当他宣布要举办《This Is It》巡回演唱会时，全世界都在屏息以待。大家想看看50岁的迈克还能不能跳出那些神级的舞步。然而，我们等到的却是洛杉矶清晨的一则震惊世界的新闻。他没能完成最后的谢幕。那个在聚光灯下活了一辈子的男人，最终在安眠药与孤独中悄然谢幕。麦克的一生是极致才华与沉重代价的缩影。他创造了现代流行音乐的语法，定义了何谓超级巨星。但他本人却像是一个来自遥远星球的访客，始终没能完全适应地球上的重力。他爱这个世界，尽管这个世界有时对他并不温柔。在今晚节目的最后，我想对听众朋友们说，在流行音乐最辉煌的那个年代，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灵魂，他把自己生命中所有的光热都转化成了节奏，留给了我们。我是卡皮桑，今晚的节目就到这里，祝各位有个温柔的梦，晚安。